有人问我，到底要不要透过出国或者考研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？我听完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无解，因为这种事本身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。你去问专家，他们会有一套说法；你问父母，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意见。那你到底该听谁的呢？难道专家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？这种东西就是各有各的理，谁的话听多了也没用。关键在于，他们并不了解你的内心状态，也不清楚你所处的环境，甚至连你自己可能都不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他们怎么可能给你可靠的建议呢？人生中很多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，你问谁都没用，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摸索。你只能凭着感觉去相信自己，选一条不用跟无数人挤破头的路走下去。要知道，在底层的竞争中，只有互相踩踏，根本没有真正的胜利者。所以，我想给你2个方向，要么跟着自己的内心走，要么就干脆离开底层的圈子。底层的环境就像一潭浑水，能早点抽身出来最好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很多人其实被书读得有些糊涂了，接受了那么多年的学校教育，好像懂的东西变多了，但学校从没教过我们怎么赚钱。你的处境没变，就算奋斗几十年，最多也就是底层里的一个小头目罢了。这么多年学下来，我们习惯了用脑子去分析每件事。可事实上，那些研究脑科学的专家说，我们的大脑开发程度连1%都不到。换句话说，关键时刻靠脑子判断很容易出错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答案是听从自己的内心，感受自己的潜意识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常说的第6感其实是有点道理的。不管你听谁的建议，最后可能都会后悔，但听自己的路，虽然走起来最难，却也是最好的选择。就比如大学入学考填志愿吧，只要你还待在底层的圈子里，免不了会有亲戚朋友七嘴八舌的指点。他们给的建议只会让你在底层站得更稳，因为那些没能力的人根本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想法。哪怕有人责备你，说你这不孝顺，非要跟我们对着干，你也得坚定自己的想法。因为一旦你动摇了，顺从了别人的意愿，你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，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。我一直觉得，一个人得有独立的人格，得能自己思考，不然你就变成了别人手里的傀儡，一辈子稀里糊涂。还有一点，就是要跳出底层的竞争。你得明白，如果身处底层，无论做什么赚钱都特别艰难，等于在跟10亿人抢饭吃，太累了。什么样的状态算底层呢？如果你没有家庭背景支撑，每个月还只拿几千块的工资，那你就是底层。我说过，一个月3万块是过上幸福生活的起点。可现在呢，大家都被生活绑住了手脚，房贷车贷压着，上有老人要养，下有孩子要喂，每天忙得团团转，能不累吗？普通人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底层。底层的事太乱了，每天不是谁家离婚了，就是谁出轨了，或者谁赌钱欠了一堆债，全是负面的东西。底层的人表面上客气，背地里却互相瞧不起，整天勾心斗角，暗地里下绊子，你想不被拖垮都难。我为什么这么了解呢？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，所以我太清楚那是个什么样子了。底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每天上下班挤地铁抢公车，人多得要命，你一进去甚至能感觉到脚不沾地的滋味。你根本体会不到排队上车是什么感觉，就是被人群硬生生推上去的。在那种狭小的空间里，特别容易起冲突，说不定哪天有人看你不顺眼，背后给你一拳，你都不知道是谁打的，你说烦不烦？那怎么才能避开这些呢？努力让自己赚更多钱。我现在要么叫外卖，要么去高档餐厅吃饭。即使是对服务员，我也保持礼貌，当然，这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我们对底层的人只能尽量保持距离，少接触为妙。接下来聊点有趣的。有些人特别爱旅游，一到节假日就计划着去哪里玩，
还专门挑高速免费的时间，信心满满的出发。但你会发现，路上人挤人，本来2小时能到的地方，硬是拖成了10小时，吃饭住宿还贵得离谱，几个人随便吃点就500-600没了。到了景点，只能看到一堆臭脸，什么风景也看不到，体验感糟透了，可底层的人还是乐此不疲的去。这挺搞笑，但也很真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只有节假日才有空出来玩，只有这时候才能放松一下。平时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好不容易有点喘息的机会，非得好好犒劳自己不可。确实，平时累得要死，好不容易攒点钱，节假日又被一扫而空。我每年都会出去玩4-5次，但我从不挑法定节假日出门，我会选工作日去，或者干脆去国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知道那时候的头等舱有多便宜，5星级酒店价格有多低，更别提人少、风景美、精力能有多专注，时间能有多自由，没人跟你抢，没人跟你争。这就像顶层圈子的生活一样，平静自由又温暖，几乎没有所谓的竞争。而在底层，什么都得靠抢，连玩个乐子都得拼命挤，你受得了吗？你抢得过吗？比你强的人多的是，为了生存，你只能拼命干，累垮了身体，换来的不过是点微薄的收入。1年下来，好不容易攒点钱，节假日一挥霍，又被商家收割干净，然后你继续拼命干，节假日继续被收割，你说这图什么呢？所以我平时总跟大家说，在你没钱的时候，别去搞什么兴趣爱好，别去旅游，别花钱健身，别抽烟喝酒吃大餐，就一心赚钱。说到跳出底层，听起来简单，但怎么做呢？其实不难。接下来我讲2个思路，你明白了，去做了，肯定能慢慢脱离底层，远离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，生活会有质的提升。而不知道这2点的人，就算拼上20年，赚钱还是难得很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每天跟人挤破头的生活挺好，那就别往下看了。这些内容只适合不想卷在底层，想过上高品质生活的人。第一，管好自己的注意力。现在我看到有人整天滑短片傻乐，我就知道这人没戏唱了，脑子里不知道装了多少垃圾。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，本来就经不起浪费。第二，用时间去靠近和学习厉害的人。你把卷的时间拿来提升自己，已经超过90%的人了。我说过，想脱离底层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别人做什么你就别做，别人滑短片找乐子你就别碰，别人去没意义的聚会你就别参加。只有花钱去靠近厉害的人，去学习，去实践，你才能有回报。很多人就是舍不得花钱跟有成果的人学，自己埋头苦干，非要自己摸索到底，因为他们觉得花钱不可靠。但这种想法也注定了他们一辈子只能待在底层，拿着那点可怜的工资。普通人想成长最快，还是那句话，免费的东西看似省钱，其实最贵。模仿很重要，但实践更关键，可以不模仿，但绝不能不实践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，成功其实就这么简单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